呵呵呵，要你们命的人。还有谁？我的天，虾哥，是我虾哥。我的老娘啊，真是虾哥。他什么时候上去的？看这样子，好像还把敌军全部斩杀了。众人跑到山上，借助微弱的火光朝着地面看去，瞬间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地上横七竖八、密密麻麻躺着的全都是尸体，有被弓箭射死的，还有被重锤砸死的。我的天，太猛了！虾哥，你成功收获了我的芳心。好喜欢你哦。虾哥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一人不仅包围了他们，还把他们全部歼灭。虾哥，你不是人啊，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。低调，低调。这一战死了太多兄弟，保守估计新兵营至少损失1/3的兵力，要不是虾人，只怕会死得更多。你是好样的，你放心，今天的战功等到大营，我会如实上报。一语出口，瞬间众人都惊呆了。战功就是军功，军功就是爵位。教头，凭虾哥现在的军功，能领到什么样的爵位？你们都想知道？啊，对，我大秦的军功制共分6职20爵，6职分别是武长、神长、屯长、百将、军侯、校尉。20爵为公事、上造、世袭、不更、大夫、官大夫、公大夫、公丞、武大夫、左庶长、右庶长、左更、中更、右更、少良造、大良造、四车庶长、大庶长、关内侯、彻侯20爵。这20爵由下至上，每一个爵位1年都能多领5担粮，而凭虾人现在的战功，至少也能封个大夫的爵位，可能还会更高。而职位的话，应该不会太高，武长、十长太低，屯长应该是差不多了。屯长、大夫这种职位，即便在我们家族也是有点话语权的分量级人物了。可是人家虾人还没正式进入军营，就已经达到这个级别了，真是让人羡慕又让人嫉妒啊！教头目光看向虾人，心中也在震撼。这小子现在这还没有正式进入军营呢，就已经是自己的上级了。如果进入军营，恐怕自己得向他行礼啊！不行，我也要拿军功，我也要杀敌。我不光要当屯长，我还要当百将，我还要当军侯，当校尉。哟呵，你小子刚才不是还连哭带喊的要回家吗？现在就打鸡血了。距离此战约定的战场也仅有30多里，秦军大本营设在此处。新兵营教头直接上报虾人的军功，62人，虾人1个新兵。我李瑶之子李信为我虾哥作证。我蒙武之子蒙毅为我虾哥作证。我大将樊无期之子樊远为我虾哥作证。秦国咸阳贵族世家张家嫡子张成为我虾哥作证。秦国咸阳贵族世家魏家嫡子魏延为我虾哥作证。一个个有身份有背景的公子哥站出来了，简直把这名头目巴巴都给吓出来了。说罢，他立刻朝着中军大帐去了，同样还喊上了李信，毕竟这是2000名新兵考核的第1名，按照军规是可以直接进入中军大帐，直接拜见主帅的。主帅大营中，王英与李瑶正在商议此次秦魏之战的相关事宜。此次我秦国和魏国之战，我秦国派兵20万，那魏国派兵只有15万，比我军少了5万。但此次对方率军的主帅不是别人，正是魏无忌。信陵君魏无忌，尽管我没跟此人交过手，但是对方的大名当真是如雷贯耳。听说当年战神白起一度兵围赵国都城，几乎要把赵国打得灭国，结果硬生生被魏无忌切符救赵，将濒死的赵国从白起的手中救了下来。除此之外，此人礼贤下士，门客3000人，个个都是贤士。4公子中，此人排在首位，就连行军前父亲一再提到过这个名字，让我们遇到此人一再当心，可没想到还真就碰上了。信陵君不好对付啊，文能兴国安邦，
武能纵马定国，真乃一代天骄啊！而且，此人从军10年，率领的魏武卒与秦、楚、韩、赵、燕等5国交手上100次，至今还未败过一场。就连老将廉颇也在此人手下吃过亏。而除了信陵君为主帅之外，还有补千名魏武卒。魏武卒的重甲防御天下第一，在战场上一直都是如神似魔的存在。另外，此战魏国第一猛人典庆也来了。尽管对方比我们少了5万，但实话实说，形势并没有那么乐观，双方的实力差距也没有朝廷那帮达官贵族想的那么大。此战若是打不好，真的很有可能会败。5000名魏武卒，信陵君做主帅，还有典庆这个魏国第一猛人，这阵容已经是魏国能出动的最强战力了。此战实在不能小觑。对方曾于3日前送来战书，要在本月13日进行交战，不过我给推脱了，说主帅未到，不能擅作主张。此战乃是本次会战的首战，双方都想要获取首战的胜利，而后一鼓作气打败对方，所以此战魏武卒还有典庆必出。至于13日这个时间点，就在此时，忽然一名传令兵呼喊道：“报！此次新兵夺魁者已然抵达军营，令新兵教头汇报一则新兵战功。负责军功之人不敢擅自做主，望主帅定夺。”新兵战功，新兵都是从小兵开始，哪来的战功？是啊，一般新兵哪怕进入军营，也是从被管教开始的，然后一步步通过杀敌建立军功，哪有新兵就能创下战功的？王英眉毛轻皱，他也不知为何，莫名其妙的就想到了虾仁。他一阵摇头，然后呼喊道：“让他们进来吧，你就是本次新兵夺魁者。”你新兵营的教头怎么教你的？上官问话，回答是或者不是，犹犹豫豫，哪里像个兵？他恨铁不成钢的怒声骂着。李信就算再怎么桀骜不驯，此刻也不敢有丝毫不服，毕竟这是副帅和老子的双重压制，哪里敢有丁点不服？是，只是，我不配。李叔，这李信似有难言之隐啊！哎呦，啊！有什么你就说什么，吞吞吐吐，犹犹豫豫的，哪像我李瑶的儿子？本次虽然使我夺魁，但新兵营中有1人的能力远比我优秀，在李信看来，他才应该进入中军大帐，他才应该效力于主帅。此人是谁？虾仁。前几日的新兵营军报，他当然看过了。虾仁参军第1天，将10名老兵打得鼻青脸肿。后来蒙恬夸赞他是100年来最强新兵。果然啊，果然是他。不过细细想来，也只有他才能让李信这种狂傲之人服气了。说你们的事情吧。禀报主帅，小人乃是新兵营教头，按新兵营规定，负责送新兵前往指定地点教头。在追赶大军途中，我带领600新兵在华山扎营休息，不曾想遇到敌军骚扰，烧毁帐篷，射杀我秦国新兵30人。我等想要反击，奈何夜黑山高，实在没有反击条件。待新兵虾仁夜爬山崖，1人1弓带双锤，将小股敌人尽数全歼。战后，我等数过人头，此战新兵虾仁1人杀死敌军62人，按我秦国军功制令，当领军功。1人杀死敌军62人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新兵立下如此军功，放眼整个秦国的军史也没有如此先例。现在一个新兵做到了，这是该怎么处理？按照军功制给军功，那些老兵会服气吗？不按照军功制给军功，那这些刚刚进入军营的新兵会服气吗？真是两头为难啊！而那一刻，教头还有负责记录军功的头目全都眼巴巴地朝着王英看去，而王英则美眉紧皱，他考虑的和李瑶他们考虑的完全不一样，他们有着担忧，那担忧的，但王英根本没这种担忧。在我看来，什么新兵老兵的都应该一视同仁，既然杀了这么多人，就应该拿这么多军功。老兵不服你就去杀啊，你也杀他62个，看我王英给不给你上报军功爵位。杀个人都不会，只会嘴上巴巴喊不服的兵能有什么出息？我王英最瞧不上这样的货色了。
见一个打一个，只是为什么偏偏是虾仁啊？一想到虾仁这个名字就气愤，一想到虾仁那个人，心中都是满满的杀意。而现在自己居然还要给他军功，还要给他爵位，甚至还要提拔他，气啊！怎么能甘心？恨不得一剑把虾仁劈成80块，还给他军功。我知道了，你们去吧。知道了是什么意思？应该怎么处理呀？给不给军功爵位呀？你这到底是啥意思啊？教头和头目满脸懵逼，但是在王英面前，他们是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女战神威名赫赫，谁敢在她面前不识相？所以，哪怕脑袋里面再猛，这一刻也得退下。主帅如此做事，我李信不服。不服？你怎么跟主帅说话呢？李信初入军营，不懂上下尊卑，还望主帅见谅。没事，李叔，关于虾仁和李信这2件事，就交给你处理吧。但我在这里要提个建议，那就是朝廷有制度，军队有纪律，不是谁想坏就能坏的。恭送主帅。朝廷有制度，军队有纪律，可你呢？有功不赏，你这不是坏规矩是什么？李信谩骂不断，但这番话也是在王英走远了才敢骂出声的。父亲，不像话，太不像话了！我承认王英是有本事，可他如此是非不分，赏罚不明，如何能让人服气？儿啊，你还太稚嫩，还需要好好历练啊！主帅说了不给虾仁军功吗？主帅方才不是说了要按朝廷制度和军队纪律办事吗？父亲，那这是啥意思？按照朝廷制度和军队纪律，那当然是给啊，而且还是立刻给，马上发放。这是真的吗？那他为什么刚才不命令教头直接发放？为啥不命令教头直接发放？那当然是不方便明说，但是你打算让虾仁进入中军大帐，这事你就别想了，他进不来，因为朝廷制度和军队纪律不允许。这凭什么？虾哥他多强啊，能力多出众啊，他凭什么进不来啊？儿啊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看不清其中的道理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知道虾仁和主帅王英什么关系吗？什么？虾哥和主帅什么关系？他们能有什么关系？月前，王简女儿嫁人，找了个上门女婿，而这个上门女婿的名字就叫虾仁。啥？一语出口，李信脑袋瓜子嗡嗡乱响。那一刻，他整个人都是傻的，同时他又满脸不可思议地看向李瑶。老爹，你的意思是说我虾哥是睡了咱们主帅的人？儿啊，这话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，离开这里，这话可千万不敢乱说。这要是传到王英的耳中，他非得把你舌头割下来不可。就算老爹都保不住你，你不仅不能乱传主帅的瞎话，在虾仁面前也得继续装着不知道，不然天知道会惹出什么样的祸端。老爹，一介女流，你还怕他？什么话？你爹我跟他老子都是平起平坐的，怎么会怕他？不要惹他，不是怕他，而是他们王家现在的势头太猛了。他爹王简本就战功盖世，他弟王奔也是一员猛将，他自己本人猛成什么样子了，你也能看到。就连当朝相邦吕不韦都得巴结他们王家，你得学会审时度势，明白吗？他们的家事最好不要跟着参与。知道了，老爹。不过老爹，我还是想跟你说一件事，我不进中军大帐了。为何？我虾哥都进不了中军大帐，我感觉我进来也没什么意思。关键是我觉得吧，跟着我虾哥混比在中军大帐有前途。混账小子，你知不知道进入中军大帐意味着什么？但骂着骂着却皱起了眉毛，沉思了好久道：罢了，其实也不是不行，进入中军大帐也不一定必然做将，但是跟虾仁搞好关系肯定有你好处。这小子新兵期表现就这么出众，真要上了战场还了得。而且王简因为对老林大哥的亏欠，十分疼爱这小子，既然同意他参军，肯定会狠狠拽他，他将来的成就不会太差，甚至还有可能超越王英。李瑶咂摸着嘴巴进行分析和盘算，他越琢磨越是觉得有道理。老爹，那你这意思是同意了？算是准了。对外就说你不合格，达不到进入中军大帐的标准，把你踢出去了。身在官场，哪怕是军营这种地方，也得讲人情世故，
不然没人愿意带你玩，懂吗？秦军大本营570名新兵矗立在教场前，他们都在等着虾人的军功发放结果。副帅帅，所有新兵都在此吗？是。不愧我秦国的大好儿郎，都是我秦国的好兵。虾人虽然是一名新兵，但是他在遇到偷袭的时候，却能冷静做出反应，一人一弓拎双锤，直接斩杀62名敌军。此战果前无古人，此战绩希望后有来者。仅凭此战绩，按我大秦军功制，可领受屯长职位、大夫爵位。我大秦的军功制，人人平等，只要奋勇杀敌，就能加官进爵。虾人这个爵位，原本应该受屯长职、大夫爵位，领年岁25担，但是鉴于他是新兵，还能有如此表现，加1等爵，进官大夫，领年岁30担。虾人作为我大秦第一个新兵屯长，按我大秦军制，屯长可管50人，你可从这些新兵中挑选50人，余下众人重新分配。诺。虾人看着面前一群眼巴巴看他的人，随即便开始进行挑选。蒙毅、李信、樊远、张成、魏延、许平安、陈牧丑。中军大帐内，王英已与李尧商定，2日后进行秦魏之战的首战。首战之地定在秦魏交界的盐池之地。盐池浩大，举目无边，近1000年的风沙吹拂，形成了方圆100里的蛮荒之地。距离秦军营帐50里外，同样有着密密麻麻的营帐。此处是魏营，中军大帐。主帅的帐篷内，信陵君魏无忌身穿甲胄，腰挎长剑，尽管一身戎装，却难掩那封神如玉的翩翩公子气质。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。10号，盐池山丘之上，我秦国8万大军恭候。这个时间居然比自己刚开始定的13号还提前了整整3天。今天是8号，根据情报，王英大军正是今日才抵达盐池一带，2日之后便要上战场。大军尚未休整，就要与我的精锐打，莫不是有什么图谋？那一刻，魏无忌不禁开始猜测王英的战略意图，思索良久，猛然他的嘴角勾起一丝微笑。王英，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意图？提前3日看似你吃亏了，但是却将地点定在山丘之上，你是在欺我魏武卒身穿重甲，登山不便。你要以上迹象，占尽地利啊！他眼眸微缩，仅仅片刻，他就有了应对之策，当场挥墨回复战书。可10号，山丘之上，送往秦军大营。诺。翌日，秦军大营中，关于1日之后的首次会战已经传遍整个秦军阵营。所有秦军士兵都在战前加紧训练。明日就要开战了，这一战是首战，对于双方的士气影响十分大，而且还是和信陵军之间的首次交锋。信陵军的强大就不用我多说了。不管如何，此战我们只能胜，不能败。诺。于是，在接下来的一整天，王英都在给军中的将领布置作战任务，直到日落黄昏，这一切才算结束。全军呈进攻阵型，杀！信陵军不愧为4公子之首，下马能治国，上马能安邦。魏军如此阵容，当不输于我秦军啊！难怪当年能够从白起手下救下赵国。列阵，盾牌兵在前，步兵在中，弓弩手进行掩护。全军呈进攻阵型，杀！放箭！盾牌兵，防御！
弓弩手准备，放。盾牌兵列阵前进。很快，秦军先锋部队冲杀至魏军军前。秦军凭借下山之势，很快就把魏国最前面的盾牌兵杀得人仰马翻。盾牌兵退。盾牌兵之后，魏武族全军踏着整齐的步伐，长戈挥舞之下，就如同在斩死神，收割着秦军的生命。仅仅一会儿功夫，秦军的伤亡就变得惨重起来。而在山头上，正在进行指挥大军作战的王英，看到这一幕，也有些被惊住了。之前了解到，魏武族的防御虽是很厉害，但总归是有弱点可破。但是此次出现的魏武族，居然全身上下都包裹了铁甲，就连咽喉、头部、四肢等部位也全都包裹了铁甲。这样的军队，刀枪不入，应该怎么杀啊？在另一座山上，看到这一幕的魏无忌，则是发出一声轻笑。呵呵，此次魏武族铁甲改良，这在魏国也是属于绝对的机密，就算全军上下，也就只有有限的几名将领知道而已。这些铁甲也是在双方列阵前的半个时辰，魏武族们才换上了这全新的甲胄。秦国太自以为是，他们以为自己很强，想要借助此战来阻碍我魏国正在上升的步伐。有魏无忌在，有魏武族在，魏国就会越发强盛，越发壮大，终有一天超越秦国。那一刻，魏无忌在笑，而王英的脸色则阴沉的吓人。在魏武族的防御下，我军很难突破其防御，对其后军造成伤亡。这么继续下去，我军伤亡将无法估量。那一刻，很多军侯、校尉，他们全都慌了。就在此时，猛然间，一只狼牙重锤从天而降。这刀枪不入，根本破不开的防御，就被这么一锤子给砸烂了。迅速堵住缺口。这是破开了魏武族的防御。那一瞬，王英惊了，而同一时间，信陵君魏无忌同样也惊了。魏武族的防御居然被破开了，一旦真的撕裂，此消彼长之下，那就是溃败之势。守住，绝不能让这里的口子扩大，拼死也堵住这个口子。杀，拼死也要把这个口子撕开。全军出击！这是他是谁？披甲们的情报工作是怎么做的？秦军中有如此猛人，居然毫不知情。我原本以为吕布已经天下无敌了，没想到有人比他还勇猛，这是谁的部将？放箭，给我射死他！你怎么？罢了，此战败局已定，这继续打下去，除了徒增我军的伤亡之外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此战之败，败于一人之手。未曾想战无不胜的魏武族竟然败了，而且是败于一人之手。这一刻，信陵君魏无忌看着眼前的战场，心中尽是不甘。为了这一战，他筹备了多年，魏武族身上更是经过了多次改良。他自信，这世间没有人能够破开魏武族的防御。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啊！秦军之中居然会有如此一个猛人。尽管大军现在还未呈现溃败之势，但是阵型已乱，败局已定。传令撤军，后军便前军，弓弩手进行掩护，魏武族进行殿后，掩护大军撤退。另一座山头上，王英正在观察魏军的撤退阵型。这位无忌的军事才能，当真是世间难得，难怪我父亲对他如此忌惮。此一战能胜，全靠那个手持双锤的人破开魏武族的防御，没有他，这一战秦军必败。此人是谁呢？魏军这就不打了，要跑。我去，不都说战国时期的人打仗都不要命吗？怎么才杀这么些人就不打了？虾哥，你要去哪？而那一刻，整个魏军也几乎完成了全员撤退。兵法曰穷寇莫追，更何况魏军副帅率领的6万大军还在旁接应，这样追过去，完全就是对方弓弩手中的活靶子。兄弟们打扫战场，各自清点战功。中军大营中，王英的思绪始终不宁，他的脑海中不断在想：今天在大军阵前破开魏武族的那一道身影，虾仁，是你吗？恭喜主帅，贺喜主帅，此战大胜，大胜啊！此战我们秦军在正面战场上击溃了魏武族，这在整个七国战争中都十分罕见啊！哈哈哈！自魏武族诞生的那天起，在战场上都是无敌的存在，而这么多年下来，能够在正面战场上击败魏武族的军队，
真的是少之又少。那一刻，李瑶很是兴奋，他不断吹诵着从那些将军等人口中听来的战况，对王英的指挥又是一番大书特书。此战大胜，但主帅却不这么高兴。有吗？我很高兴，这一战能赢，全仗我大秦军事勇猛，全靠我大秦军士悍不畏死。此次发往朝廷的捷报应该如何书写？是照旧吗？李叔，你仅仅只是知道这一战我秦军大获全胜，但应该还没听说过此战的细节吧？愿闻其详。其实这一战我们本应该败的。什么？在我的战略部署中，我们提前3日以疲惫之军和魏军交手，但却以下山之势与信陵军进行交手，作为交换，魏无忌没有不同意的理由，所以此战胜算很大。但是我还是漏算了，魏武卒的防御力远比我想象的要强得多，而且魏武卒的铁甲也经过改良了，这防御根本破不开，而大军的前排受阻，攻不过去，长时间下去，我们必败。敌军的防御如此无敌，那应该怎么破阵呢？破不了阵，又如何杀敌？那后来，在战局最为焦灼的时刻，有一人手握2把重锤，轻松2锤便破开了魏武卒的防御，将牢不可破的魏武卒防御撕开了一条口子，大军得以鱼贯而入，冲破魏军阵型，此仗才得以告胜。一个人手持双锤破开了魏武卒的防御，那也就是说，没有此人，这一战很有可能会败，而此战的胜利，此人也应当首功。我秦军之中，何时有这么一号人物？从未听说过啊！一人手持双锤，整个秦军阵营有几人使用这种武器？要知道，能用锤做兵器的都是天生神力之人，而此次秦军中有天生神力之人吗？起码老兵中没有，但是新兵中……那此人是谁？李瑶双眼闪烁，答案很明显，这个名字呼之欲出，但因这份军功太大了，所以在证实之前不能妄下定论。此人是谁？我有猜测，但仅仅只是猜测，没有确凿证据，没法去说。没有证据不怕，全军搜寻便可。而且军功今晚应该就报上来了。此人能破开魏武卒的防御，又在魏军阵营中冲杀那么久，其人头肯定不少。到时候看人头数量，谁杀的人最多，那就必然是谁。王英终究是没把虾仁这个名字说出来，他要是真就这么说出来了，麻烦就大了。首先就是他和虾仁之间的关系，尽管此事现在还是绝密，全军上下就只有自己和李信知道，但纸包不住火，现在没人知道，谁敢保证以后没人知道？这要是让人知道，外人会怎么想？主帅是你女战神王英，破开魏武卒立下首功的人是你丈夫，人言可畏啊！军营中，教场前，许多秦军士兵围在此处，而除了人之外，还有密麻麻的人头，全都是魏军的人头。错了，准确来说是军功，是爵位，是后半辈子的衣食无忧。随后，数不清的人头摆在地上，50名负责记录军功的头目手忙脚乱地进行记录。这上面居然全都是人头，这是从哪弄来这么多人头？当然是我瞎喝杀的啊！难道还能是路边捡来的？带着这么3辆马车的人头往这边赶，一路上简直拉风的要死。看着他们那羡慕又惊恐的眼神，那感觉一个字，非常爽。哼，你他娘的瞎鸡扯吧！杀来的，你们一个营房一战能杀这么多人，能砍下这么多人头，我们营房几年10几年的总数加起来，都杀不到这么多人头。嗨，老兵，听清楚了，不是一个营房哦，是一个人。一个人能砍下这么多人头，吹牛去吧！新兵蛋子吹牛批不用花钱。老兵张口就骂，但是当李信报出虾哥的名号后，瞬间那名老兵不说话了。虾哥，那就不奇怪了。今日一战，全军上下还有谁不知道虾哥的名号？那可是一锤破开魏武卒防御的人啊！经过1日的传颂，虾哥被人越传越神。听说虾哥是天神下凡，只是一锤下去就把牢不可破的魏武卒给砸扁了，2锤下去就让原本气势旺盛的魏军开始溃败，3锤连他们的魏无忌都得脱了裤子快点跑路。为啥要脱了裤子跑？因为裤子有重量，跑起来不够快，脱了裤子能跑得稍微快点。军营中瞎话传得快，也十分离谱，但虾仁的声明真的是响亮起来了。
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把虾哥当偶像，毕竟军营是最为慕强的地方，谁能杀敌他们就敬佩谁。负责记录军功的头目看到这3辆马车的人头，他开始竖起了大拇指。这个新兵，我看见他的第一天就知道他不是池中之物，我就没见过有哪个新兵还没进军营就能杀62个人的。没想到我还是小看了他，别人一战杀10个人都嗷嗷乱叫，一战要能杀20个。在军营走路都是横着走的，看谁不爽就骂谁，连只蚂蚁从他面前路过都得挨他俩嘴巴子。特么的，你这一战杀1000多个，闻所未闻，闻所未闻呢？这还是人吗？头目骂骂咧咧，语无伦次地表示着自己的震撼，最后又核实了一遍，确定了1230个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不少。看来自己没进中军大帐的决定实在是太英明了，能跟着虾哥混，脑子有坑，进什么中军大帐啊？当将军有什么好的？哪有跟在虾哥屁股后面当小弟来的爽？营房中，虾人没去凑这个热闹，不是不想去，而是不想惹麻烦。人怕出名，猪怕壮啊！打仗多简单，杀敌就够了。但人情世故这玩意，想要处理好就不容易的。在他们面前摆得谱高了，人家说你一个新兵蛋子刚立功就飘了，不摆谱吧，所有人都会不停地骚扰你。老话说得对啊，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那是人情世故，能应对就不容易，想懂全根本不可能。所以不低调不行啊，越是风头无限时，越是要低调，省得遭人红眼，有小人记恨。丁，恭喜宿主杀敌破千，6千任务已完成，当期神力4万斤，赠送附加技能耐力度1天1夜。耐力度，这是个啥意思？宿主现在想体验下吗？可以吗？哦，原来如此，这耐力度就是可以让人持续使用全力的时长。打比方，有了耐力度的加持，我就可以保证持续作战时间，起码以当前的耐力度来说，即便每一次都打出4万斤的力量，持续1天1夜也不会累，这就相当哇塞，相当炸裂了。当然，换成其他方面，那夜晚，中军大帐中，王英和李瑶看着上报上来的军功记录，上将冯九哥之麾下屯长虾人杀敌1230，其中魏武卒423。我操，这也太特么的吓人了！1230人啊，还是一战杀了这么多。放眼整个秦军历史，都没有这样的先例。一群将领全都在惊骇。我本以为虾人就算再勇猛，也不能超越自己，最多杀不过200人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他在战场上竟然如此勇猛。难道那晚他故意隐藏了实力？王英被震撼着，李瑶同样也在轻轻颤抖。我戎马半生，什么样能打的兵没见过，什么所谓的天生神力没见过。可是这一战杀死1000多人的战绩是真没见过，起码整个秦国没有这样的战绩。他这战功应该如何上报，如何封赏虾人？既然我秦国有军功制，那就按照军功制来就好了，爵位可封少良造啊。只是这君侯已是本帅可封的最高职位了，我认为此事还是上报朝廷定夺最为妥当。主帅说的对，究竟应该怎么封虾人，由朝廷做主。但是如果等朝廷下达诏令的话，最快也需要5日，但最迟后天就是军功的发放了。倘若发放名单中没有虾人的名字，只怕军中很多人会不服气，会无故生出事端。要不先发放部分如何？副帅认为应该怎么发放？毕竟是立下了大功的人，甚至还是在此战中立下头功的人，而且军功之本就是为了激励我秦军，让我军作战能够更加勇猛。所以为了鼓舞全军，我觉得在爵位上给他大良造，比他立下的军功爵位还要高1级，如此也更能鼓舞士气。其次，在军职上任他为军侯，这是我们大军当前能给他的最高职位。而至于朝廷怎么封赏，那是朝廷的事情，咱们只负责如实上报军功，其他完全不管。主帅觉得如何？没问题，你们呢？谁赞成？谁反对？全凭主帅定夺。在回去的路上，赵江却是不断谩骂：特么的，一个新兵蛋子，刚进军营就成了屯长，首战直接就特么的成了军侯，还大良造。我现在也不过是个右庶长而已。赵峰，你他妈啥意思？阴阳怪气的说什么呢？就是啊，你阴阳怪气的说啥呢？虾人今天的表现你特么是没看到是吧？杀这么多人拿军功怎么了？你在这阴阳怪气的想说啥？没说啥，
我就是觉得有点离谱而已。你特么的感觉离谱，你就是见不得我冯老九手底下的兵有出息是吧？老赵，咱俩人之间的矛盾不是一两天了，你也别以为你跟太后沾点亲戚关系就没人敢把你怎么样。我冯老九不怕你，压根没把你当回事，听懂了吗？夜晚，王英的帅帐中，来人，把屯长虾仁给我带过来。莫，屯长虾仁何在？主帅率令命虾仁前往。主帅这么晚了找虾哥能有什么事？嘿嘿，兄弟们放心，虾哥不会有事的，有事也绝对是好事。虾哥，这是虎神丸，是用老虎阳气醉成的部位炼制而成的，十分猛烈，你懂的。帅帐之内，王英早已经洗浴完毕，他的身上未穿铠甲，而是穿了睡裙。而不多时，3名传令兵将虾仁带到了。拜见主帅。也不知道我这麻辣媳妇找我有什么事，但不管好事还是坏事，反正跑不了。谁叫人家是主帅呢？那就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吧。看看王英想做什么，莫不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？但是王英却没有搭理他，让所有人远离帅帐，帅帐周边200步内不准有活物。莫，传令兵立刻开始清场，200步内的所有哨兵、士兵、传令兵通通撤走。帅帐方圆200步内真的做到了无一活物。有什么事情说就行了，撤走传令兵，又把所有人撒走，是几个意思？莫不是真如我所想，一日不见？那一刻，他不禁再次朝着王英看去。太美了，美得过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你这大晚上的喊我过来，又把周围200步的活物全部清走，你想干什么？难道不是？虾仁，你敢？这里是军营，我是主帅，你敢乱来？哟呵，这里是军营，这里是帅帐。你说你一个主帅找我一个屯长干嘛？你找我就找我，还把兵全都撤走，你啥意思？这不是让别人误会我俩关系不纯吗？子弟无银300两啊！此时此刻，面对虾仁的逼问，他一下子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你先放开我，放开我后我们再谈。你要知道，这是军营，这是我的帅帐，即便他们已经撤走，但只要我一声呼喊，立刻就会有人冲进来，亵渎主帅的罪名，你可承担不起。亵渎主帅的罪名，我当然承担不起，但是我自己媳妇。说罢，他从衣服里面掏出虎神丸，张口就吃下一颗。我不是刚获得耐力值技能吗？这虎神丸吃着浪费了啊，也说不定会有双倍快乐。你刚吃的那个黑乎乎的是什么东西？虾仁，你敢？但是在4万斤的巨力面前，即便他的武功不弱，甚至还有很强的内力，但也显得多余。4个时辰后，天边泛起了鱼肚白。这虎神丸搭配我的耐力值，那快乐果然不止双倍，即便现在依然挺拔如初。可惜天快要亮了，上一次你让小兵给我带话，我的回话小兵应该没转告你吧？我的原话是让王英把屁股洗干净点，等老子有权有势了，一定让他给老子生100个孩子。对了，这针你别动哈，还有一炷香，你的内力就自动把它冲开了。军营内，一想到昨晚，王英觉得他自己整个人都要炸开了。那个禽兽居然又一次强来，又一次硬来，而且还是整整1夜，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了？军营中某处，李信、虾仁2人正为山顶的野草浇灌最原始的养料。虾哥果然牛逼，1夜过后还能迎风尿3丈。李信你也不错，虽然尿了我一血，但好歹是逆风尿的。嘿，虾哥，这虎神丸怎么样？好用吗？还行。那当然啊，我平时1分钟就不行了，用了这玩意，直接快了翻倍。2个时辰，那倒不至于，最少2分钟以上，够牛逼了吧？牛逼！你这肾功能都能翻倍，说明这药的功效确实不假。肾功能啥意思？刚才我就发现你在这方面很强，非常人可比。你这玩意该不会加什么其他东西吧？有没有石灰、明矾之类的东西？嬴政砸死的，这书上可说得清清楚楚。这你就放心吧，这是用老虎全身阳气最为集中之处熬制出来的，是我老爹给我的方子，干净的很。
这要是方式炼出来的，我也不敢吃。当年我看过一个方式炼丹，特么的啥大包小包，黑的黄的都往里面扔，还是咱自己熬制出来的东西放心点，起码咱自己知道里面放了些啥，都是大补的好东西啊。10个虎鞭才熬制出来这么一小瓶，能不猛吗？深夜，寒风冷冽，冻得刺骨。魏军帅帐之中，魏无忌的目光更冷，看着面前的一份奏报。许久后，诸位，此战我魏军总共伤亡3120人。下方的一众将领全都低下头，不敢说话，唯独侯嬴站出来道：“公子，其实这一战我们不算败。不算败。在这一场，双方各自8万人，我们的死亡人数也仅仅只是比秦军的死亡人数多了508人而已。就算是败，也是虽败犹荣；而秦军就算胜利，也只是惨胜而已。我们是只比秦军多死了508人不假，但是你可知道这508人中有多少魏武卒吗？这501人。公子，此战仍旧不算败。继续说。此战我们就算败，我们也并非败给了整个秦军，而是败于一人之手。败于一人之手？你是说？没错，根据谍报人员送来的情报，此人一战杀死我魏国士兵1230人，其中包括魏武卒430人。此次我军的总阵亡数才不过2500多啊！一个人杀了我军总阵亡数量的一半。而根据情报得知，此人名叫夏人，乃是一名新兵，正是因为此战才得以成名。但这样的人全天下能有几个呢？打仗靠的是什么？是个人武力吗？个人武力在战场中能发挥出多大作用？那再请问，抛开此人一人所杀之人，我们和秦军之间的交战伤亡总数算下来，究竟是胜还是败？照你这么说，这一战我们还算是胜了。不敢言胜，但至少没有死相终败的那般凄惨。如果我魏军中有人能够制衡此人，凭借魏武卒拿下一战，我们必然大胜。一语出口，瞬间，所有人的脑海中同时出现了一个名字：此人非典庆不可敌也。没错，就是典庆。典庆，魏国的头号猛将，被称为人形战车的存在，横练一身硬功，刀枪不入，一双重锤，重达600斤。秦魏之战时，典庆曾一人包围5000名秦军，他一人仅靠着一双重锤，就将5000秦军全部斩杀，更是在秦赵之战时逼退了秦国战神白起。此地距离延迟之地还有多久路程？惠兵将军，按目前行进速度，最多3日即可到达我魏军大本营。日夜兼程，务必在2日内到达前线大营。典庆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。根据时间的推算，典庆再过3日即可抵达此处。一旦典庆到了，那么下一站就是秦军的末日。1日之后，大秦咸阳城、相邦府，关于前方战事的战报还没有送来，罗网的情报却已抵达相邦府的案几上。首战胜了。此战虾人是首功，更是破开魏武卒防御的人。没有虾人，此战必败。此子果然不凡，如果再让其这么发展下去，必将撼动我的权力和地位。现在最为重要的事情还是刺杀虾人。如果能杀了虾人，不仅仅以后的隐患没有了，嬴政也彻底失去了一个强力帮手。王翦虽然可能会发狂，会狠狠报复，但是自己有办法把此事推到魏国身上。所以王翦的怒火只会发泄在信陵君的身上。要是真能把王翦逼急眼，灭了魏国，那更好了。荆泥，瞬间，一道穿着黑衣、手握荆泥剑的绝世美女出现在他的面前。此次目标虾人，此人力大无穷，武艺超群，俨日在其手中亦非一招之敌。你此去只可智取，须继而杀之，务必保证一击必杀。你可明白？明白。此去哪怕牺牲点什么也未尝不可。去吧。天地罗网，不死不休。翌日，由副帅李尧为虾人发放军功，虾人封君侯，爵位大良造，可管500人。2日后，秦魏之战第2场对战即将开始。
大军出发前夕，时值寒冬，夜晚的天更冷了。刚刚打好的热乎饭菜还没送到嘴巴里面呢，就已经是凉的了。再稍微多放一会儿，直接就变成冰疙瘩，没法吃了。所以大家都在帐篷里面围着大火炉吃。你们明日打的时候不要跟着我，所有人由李信和蒙毅率领，他们怎么指挥你们怎么打，听到没？这段时间自己虽然名义上是这500人的军侯，可是每天的训练任务安排，还有军队发放的2套新阵型训练，全都是由李信和蒙毅俩人安排的。所以训练了什么内容我一概不知，阵型啥的我也看都没看过，这样怎么可能指挥好500人作战呢？让李信和蒙毅俩人去指挥的。蒙毅的指挥天赋是差了点，但李信的天赋绝对是够用的，再怎么说也是秦灭6国时期的一员猛将。第2日清早，天寒地冻，10万大军已经列队整齐，此战大秦必胜。此战凶险万分，魏武卒的防御本身难破不说，还又加了典庆这样一员无敌猛将。可是此战必须要打，不打没办法向朝廷交代，更没法向吕不韦交代。此时此刻，他只能率领6万大军在10里地之外进行接应，万一真的打败了，也不至于大军被魏军像赶鸭子一样乱追。李瑶已经完全做好了战败的准备。不觉间，太阳出来了，同样还是那座小山上。而此时，双方大军早已经列阵完毕，魏无忌、王英他们也早已经站在一个能够完全可以观察全局的有利地形上。伴随着双方主帅的一声令下，那一刻，双方大军开始列阵冲杀。此时，战场某处，秦军军侯虾仁正带领自己的小队向魏军冲杀。嘿！陷阵之至，有死无生，上！如此打下去，我秦军必然死伤惨重。李信、蒙毅，传我令，你2人带我部士卒，避开魏武卒，全力击杀其他魏军方阵。这边的魏武卒方阵交给我。另一边，在魏国盾牌兵的最前面，居然站着一个人。这大冷的天，典庆将军还赤膊，裸露着上半身，他不冷吗？他护甲也不穿，不怕被敌箭射死吗？你懂个屁！典庆将军在披甲门练就一身硬功，刀枪不入，区区秦军弓箭怎能伤其分毫？妈呀！我要回家！这是人还是怪物？秦军后面的弓弩手人都惊麻了。哈哈哈哈！这就是秦军，柔弱的像个女人一样。对了，听说你们的主帅就是个女人，女战神是吗？来，让她陪你典庆爷爷大战3天3夜。那一刻，典庆口吐芬芳，不停地说着。殊不知，虾仁已然注意到他。典庆是吗？既然你如此嚣张，那就让你先尝尝我的千斤硬弓的威力。久经沙场的典庆在那一刻，也仿佛意识到了一丝丝危险。猛然间，他抬头看到一支弩箭朝他射来。哟呵，箭伤不了你是吧？那我的锤子呢？4万斤的锤子，你扛得住吗？但可惜，他现在还不能去干典庆，因为战线太长，他在战线的最中间，典庆却在中间偏侧翼的位置。2人没在照面碰上，要在照面碰上，虾仁就不是射箭了，而是直接上锤子。而这就是2军主帅提前预设的战术布局。虾仁如此凶猛，早就猜到秦军必然安排其在大军阵型的中间进行破阵。我虽不怕典庆和虾仁交手，但也不想典庆与其过早交手。此次我魏军的士气全靠典庆一人提上来的，万一典庆没能战胜虾仁，或者和虾仁打起了交着战，一时间胜负难分，那对我魏军的情况非常不利。看来把典庆安排在中间偏侧翼的位置，这样既能从2侧破阵，又能避免典庆第一时间和虾仁交手，如此一举两得。但是伴随着典庆不断杀人，虾仁不由得冒出了一个想法：要不要先去干典庆，干完典庆后再回来破阵？
虾仁此人果然聪明，在破阵的途中会等待大军一起杀过来，让整个大军都跟着他的步伐进行前进。点庆虽然勇猛，但谋略比这虾仁却有不足。哦，只顾着自己往前冲了，后面的大军没跟上来，要不要回去接应一下？嘿！两座山头上，无论王英还是魏无忌，他们全都明白一个道理：他们两人的战斗关乎到这一战的胜败。虾仁赢了，魏军就会战败；而一旦点庆胜了，那点庆就会冲杀秦军。战局进行到这一步，已经是两个战神之间的战斗了。点庆，你是何人？竟敢和俺一样使用双锤？我乃大秦第一军侯，虾仁是也。上一战就是你打破我军防御的吧？听说你小子还让人造谣，你打的我军主帅魏无忌脱了裤子跑路。今日就让你尝尝俺双锤的威力。点庆果然不愧为逼退战神白起的男人，力道如此之大，若不是我已拥有李元霸的4项之力，怕是早已被其砸成肉泥。没想到你还有点真本事，吃我这么多锤都没事。现在轮到你来接我一锤了。我这一锤蕴含我80年的功力，不知你能否接得住？一锤而已，来吧。现在轮到你来接我一锤了。一锤蕴含我80年的功力，不知你能否接得住？一锤而已，来吧。此人力气如此之大，还不是因为锤子比我的大，靠惯性冲击打败的我。若是我俩不用锤，那绝对优势在我。那谁？你是大锤，我是小锤，你赢了也不光彩。你可敢不用锤子与俺一战？此人看似有勇无谋，实乃大愚弱智。没想到他还想对我使用计谋，拳拳到肉的感觉似乎也不错。自从来到此间，尚未与人用拳头比拼过，今日正好拿点憨憨测试下拳力，有何不敢？这一瞬间，所有人都傻了，魏军傻了，秦军傻了，就连山头上的王英和魏无忌两人也都傻了。战前，他们全都对虾仁和点庆两人进行过战力分析。我原本认为点庆虽然勇猛、蛮力大，但是脑子缺根弦，和虾仁交手可能会占优势，但不会轻易拿下虾仁。没成想，我本以为虾仁虽然勇猛，但是和点庆相比较，应该还是差点。毕竟点庆是魏国第一猛将，更有人形战车的称号，更有独占5000秦军，反手将5000秦军砸成肉泥的疯狂战绩。可是虾仁，他究竟有多猛？他的力量究竟有多大？连当时第一猛将点庆都被他轻松击败，难怪那晚一整夜都没事啊！王一人傻了，他屹立在山头，满脸呆滞地看向虾仁，一张脸上除了震撼，还有些小期待。那一刻，魏无忌同样震撼得不可思议。要救回点庆，尽管点庆败了，连虾仁一锤都没抗住，但他依旧是魏国第一猛人。除去虾仁，点庆依然是打遍七国无敌手的存在。他应该只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力震晕过去了而已。横练硬功要是这么容易就死了，那可真是太废了。此时虾仁也没打算留下活口，毕竟是敌非友，战场上本就是你死我活。只是就在此刻，点庆的身体突然被人瞬间就走了。谁？魏无忌。可魏无忌刚才还在几百步开外啊，他就是神仙也不能这么快吧？不是魏无忌，是一个女人。披甲门梅三娘，点庆的师妹。在点庆晕倒的那一刻，他就意识到了危险，然后手中的铁链飞出，绑住了点庆的脚踝，硬生生把点庆拉走。呵呵呵，如此轻易就想救走他？眼看着锤子就要砸中点庆，可让虾仁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，全军撤退，带点庆离开。罢了，还是不追了。魏无忌的轻功当世，鲜有人可追其项背。只是一会儿的功夫，魏无忌就消失在远方。这个距离，就算虾仁的弓箭都射不到。哎，信陵君，魏无忌。对于魏无忌，虾仁感觉有些可惜，但此战已经胜了。早在魏无忌呼喊撤军的时候，
王英便亲率大队人马朝着魏无忌的方向杀去。这一战应该是秦魏之战的最后一战了，毕竟点庆已败，魏军的魏武卒又挡不住我。信陵君只要特么不是傻子，就不可能再打。报，主帅，侯颖已率领5万大军前来救援魏无忌。哎，可惜了。虾哥，你太猛了，一战杀敌9643。战神，你是真正的战神啊！王翦、廉颇、白起、李牧，他们都是因为只会打仗才被封的战神。虾哥这硬是靠着个人武力封的战神啊！一群人激动的语无伦次，他们围着虾仁不断呼喊。另一边，本以为虾仁打不过点庆，计划在虾仁有危险时自己前去营救的。如果虾仁被点庆所杀，哪怕自己死，也要换掉点庆的狗命。我王英的男人只能我王英处理，别人动他一下试试。可是虾仁居然就那样一锤子干掉了点庆，不可思议，多么不可思议啊！报，据统计，虾仁一战杀敌9643人。9643，这个数字听在王英的耳中，感觉是那么的梦幻。是啊，太不现实了，完全就跟听故事一样，怎么都不敢相信。那一刻，他不禁又一次朝着虾仁看去，他的眼神中已然没有了恨意，现在只有欣赏、赞叹、震惊，同时还有一抹深情。不愧是我王英的夫君。这一刻，全军都在休息，不少人看着腰间挂着的人头，嘿嘿傻笑。郡公，这一次又能领不少军功啊！而距此10里地之外，李瑶已经得知了战胜的消息。胜了？怎么可能？魏武卒的防御还不能破，敌方还加了点庆这员猛将，这一战怎么看都很难获胜啊！可这居然就赢了，他震惊不断。而得知虾仁连破魏军60阵，又一锤打败点庆，最后一战杀死9600多人的战绩之后，李瑶的脑袋整个人都是懵懵的。这莫不是开玩笑？点庆啊，何等猛人，他怎么可能会败给虾仁？而且他还一战杀死9600多人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不多时，他不禁忍不住我侄女婿猛啊，猛得一塌糊涂，真不愧是我李瑶的侄女婿。而在帅帐中，李瑶则和王英在商量一些事情。首先，发往朝廷的捷报还有战报，如实上报书写就行。第二件事，魏无忌不可能再打了，因为点庆废了，魏武卒也完全抵挡不了虾仁。这一战，魏无忌只要不傻，就不会再打下去了。只要有虾仁在，魏军没有一丝一毫的胜算。同样，也将这样的猜测写进奏报中，送往朝廷。这一战将要彻底结束，马上就该进入下一步，索取胜利果实以及分发胜利果实了。朝廷上下不知道多少人的眼睛都盯着这份胜利果实呢。秦军大营50里之外，魏军大帐中，经过大夫3个时辰的就诊，点庆终于醒了。我这是在哪儿？我想起来了，我被虾仁打败了。卧槽，好猛，好强的力量，我根本毫无还手之力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俺根本打不过他。不光我一个人打不过他，就算所有魏军绑在一起都打不过他。俺在他面前啥也不是。而尽管他没有说那个人是谁，魏无忌和侯颖也知道他说的是谁。虾仁，这是魏军2战2败的绝对性人物。没有虾仁，秦军就根本破不开魏武卒的防御，而破不开魏武卒的防御，秦军就不会胜利。那这2战，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点将军，你先多多注意休息，不要再去想虾仁这件事。此战我魏军死伤人数超过4万人。关于这个他也有心理准备，但就算如此，还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这一战败得很惨啊，伤亡4万之多，这近乎是近半的伤亡了。但是侯莹接下来的汇报更是让他差点没绷住。其中有28000人死在战场上，包括1600名魏武卒。什么？28000人，还包括1600名魏武卒，近半，又是近半的折损人数啊！2战下来，我们总共折损43000人，而秦军总共折损16000人。现如今，我们还可参战的人有不到9万人，而秦军那边总共还可参战的人有17万人。对方的人数优势远胜于我们不说，还有虾仁这种无法匹敌的猛将。我们虽然点庆未死，看他状态也没受到太大的伤，但是他被虾仁打没了心气，再看到虾仁，只怕也不敢打了。所以，侯莹不断张口，
后面的话有些不敢说，但职责所在，他还是说出来了。这一战我们已经败了，已经无法再打下去了。败了，输赢什么的我没那么在乎，名声什么的我同样没那么看重。可是战败的后果却有些承受不住。城池啊，秦军大胜，必然要索要城池，不给行吗？不行，不给就要继续打。可这一战哪里还能继续打？要把剩下的9万人全部打光才算吧。如今只剩下9万人，没了点庆，解决不了虾仁，再打下去，这9万人就必死无疑。可要不打，就是给城池，给城池也不算什么，只要在30座城池以内，都在魏国的接受范围内。可问题是，给了城池之后，魏国的军心、民心，还有正在发展壮大的势头就会被止住。一旦这个势头被止住，再想要提升起来就难了。而这也是吕不韦一定要打这一战的原因，就是要打断我魏国正在上升的势头。可是这还能打吗？魏无忌的大脑疯狂运转，此时此刻不断盘算，不断沉思。打不了，公子，这一战不能再打了，继续打下去，魏国朝廷不支持是一方面，而就算朝廷支持，也不能打了。如果一直打下去，会拖垮魏国，会让整个魏国的钱粮都流失在这一场战争中。而秦国强大，向来以战养战，我们跟他们打不起消耗战，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讲，我们都不能打了。此时应该书写行报，送往秦军阵营，向全天下宣布此战魏国败了，并且主动告诉秦国，我们愿意送上20座城池来向秦国道歉。写降表、送降书、送城池，这是多么屈辱的一件事啊！呵呵。